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出乎意料的营养对决，新鲜青鱼 vs 卡汁青鱼罐头。这仿佛是一场在营养擂台上的角力，一边是刚捕捞上桌的肥美鲜鱼，一边是密封在铁罐中的酱汁鱼肉。你会压谁胜出呢？多数人可能想也不想就选择新鲜鱼，毕竟直觉告诉我们，现杀现煮的鱼一定比罐头封存的更营养美味。然而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。有研究数据指出，在某些关键营养素的较量上，默默无闻的茄汁青鱼罐头竟然全面击败了光鲜亮丽的鲜青鱼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甚至有日本媒体把青鱼罐头奉为神食材，这一度让许多人将信将疑。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营养之战的来龙去脉，揭开青鱼罐头的神奇之处。讲到罐头食品，许多人脑中浮现的不是健康，而是方便、省事，甚至会担心罐头为了保存是不是加了很多防腐剂，不够新鲜。事实上，随着近年大家对养生饮食的重视，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，像青鱼罐头这样的食材，它价格便宜，取得容易，营养还相当丰富。可能有人会讶异，罐头食品真有这么好？首先可以肯定的说，合法贩售的鱼罐头根本不允许添加防腐剂，它之所以能长期保存，全靠真空密封配合高温杀菌，彻底阻绝细菌滋生，并非依赖任何化学防腐物质。所谓的青鱼罐头，其实就是新鲜青鱼加上调味料密封后高温焖煮而成，没有我们想象的乱七八糟添加物。所以放心吧，打开青鱼罐头，吃下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鱼肉，安全度一点也不比市场鲜鱼差。而且你可能不知道，吃青鱼罐头甚至还可能比吃现煮鲜鱼摄取到更多的 Omega-3 和钙质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别急，这就要从青鱼罐头的营养秘密谈起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 Omega-3 这组关键选手上。Omega-3 脂肪酸中的两大明星 DHA 和 EPA 一直被营养学界奉为护心养脑的宝物。按照日本食品成分资料的统计，每100公克的新鲜青鱼大约含有 DHA 830毫克， EPA 230毫克，而每100公克的青鱼罐头 DHA 却高达1300毫克， EPA 930毫克。也就是说，同样重量下，罐头里的 DHA 含量比鲜鱼高出约5成， EPA 更是暴增将近3-4倍之多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和我一样惊呼，怎么可能？罐头鱼的 Omega-3 居然比新鲜鱼还丰富。但科学数据就是这么显示，鲜鱼在 Omega-3 这一回合的较量中确实败下阵来。Omega-3 究竟凭什么成为营养学界的宠儿？这背后有段发现的故事。早在20世纪70年代，科学家研究居住在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时，惊奇地发现，尽管他们日常饮食中充满海豹、鲸鱼、鱼类等高脂肪食物，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生率却远低于欧美一般人。深入调查后找出了答案，原来因纽特人摄取的大量鱼油提供了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这两种 Omega-3 脂肪酸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，减少血管发炎，保持血液顺畅，保护心血管不受粥状硬化侵袭。这项发现当时震撼了医学界，从此多吃鱼有益心脏健康的观念开始广为流传。Omega-3 脂肪酸也成为备受瞩目的营养明星。直到今天，我们更了解 EPA 和 DHA 对人体的好处远不止于心脏而已。那 EPA 和 DHA 到底厉害在哪里呢？先来说 EPA。EPA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，并协助提高胆固醇的比例，还能减少所谓坏胆固醇的氧化沉积，具有预防和改善动脉硬化的效果，对心血管健康非常重要。不仅如此， EPA 还是体内天然的消炎高手，可以抑制过度的发炎反应，缓解现代人常见的慢性发炎问题。更有趣的是，近年科学家发现 EPA 对荷尔蒙也有影响，它能促进一种叫 GLP-1 的荷尔蒙分泌。GLP-1 俗称瘦体素，会让大脑产生饱足感，并抑制餐后血糖急速上升。换句话说， EPA 有助于控制食欲，防止吃太多，对体重管理和预防第2型糖尿病都是一大助力。更妙的是， EPA 还和长寿有关。
一些抗老医学专家指出， EPA 能提升人体内一种名为脂连素的激素，也就是俗称的长寿荷尔蒙。脂连素可以扩张血管，降低血压，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，预防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，让血管保持年轻有弹性。换言之，常吃富含 EPA 的鱼类，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动脉硬化，延缓心血管老化。EPA 的身手如此全面，让人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吧。然而，这还只是 Omega-3 作用的一半。接下来登场的另一位主角 DHA 同样不容小觑。再来谈 DHA。DHA 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不可或缺的构造材料，对维持脑细胞的讯息传递功能至关重要，正常运作至关重要。对于胎儿和婴幼儿来说，摄取足够的 DHA 能帮助大脑和视网膜健康发育，因此孕期补充 DHA 常被列为重要建议。简单说， DHA 充足，脑袋运转才有效率，它帮助脑细胞传送讯号，更好地清除代谢废物。长期摄取足够 DHA 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，难怪有人称 DHA 是脑黄金。除了对脑袋有益， DHA 对眼睛健康也功不可没。从小我们就听长辈说，吃鱼会变聪明，顾眼睛。这句话其实相当有科学根据，因为 DHA 是构成视网膜和视神经细胞的重要成分，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眼球视网膜中。摄取足够的 DHA 有助滋养保护视网膜细胞，对抗眼部的发炎反应，减轻眼睛干涩的不适。长时间用电脑、手机感到眼睛酸涩的人，适当补充鱼油 Omega-3 可能发现眼睛较不容易干。另外，研究也发现，老年人如果长期摄入充足的 Omega-3 脂肪酸，黄斑部病变的风险也会降低。由此看来，从大脑到眼睛， DHA 都在默默守护我们的健康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 DHA 缺乏的人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或忧郁倾向。适量补充 DHA 可能对维持情绪稳定也有帮助。听完 DHA 的厉害，是不是更能体会为什么老人家总说鱼是脑黄金，鱼油顾眼睛了呢？综合来看， Omega-3 堪称全方位的健康战士，而青鱼罐头刚好提供了满满的 EPA 和 DHAA。 日本营养学界建议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天最好摄取1000毫克以上的 EPA 加 DHA。 此外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心脏学会等国际机构也建议每周至少食用2次富含油脂的鱼类，以摄取足够的 Omega-3 来保护心脏健康。这个目标其实不难达成，只要半罐约100公克的青鱼罐头，就能轻松提供超过1000毫克的 Omega-3， 让你一天所需量妥妥到位。难怪营养专家们纷纷称赞青鱼罐头是现代人摄取 Omega-3 的经济又方便的保障。对于不常吃鱼或不爱吃深海鱼的人来说，这罐头更是补足 Omega-3 的简单解决方案。事实上，日本人一向以爱吃鱼闻名，他们高居全球前列的平均寿命就被认为和饮食中丰富的 Omega-3 有关。然而，现代生活忙碌，许多日本年轻人也难以每天准备鲜鱼料理，因此青鱼罐头近年在当地意外走红，一度市面上青鱼罐头销量大增，甚至被媒体票选为国民长寿菜。各种创意吃法层出不穷，从咖喱、炖菜到拌面，充分展现出这款平价超级食物的魅力。由此可见，只要选对食材并善用巧思，日常饮食也能兼顾方便与营养。Omega-3 的比拼中，罐头胜出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钙质的较量，结果同样令人惊喜。青鱼本身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高钙的食物，如果你吃新鲜青鱼，通常不会去啃它又硬又刺的骨头，所以从鱼肉中获得的钙并不多。但青鱼罐头可就不一样了，罐头里的鱼骨经过高温炖煮，早已软化入味，几乎可以连骨带肉一起吃下肚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钙质摄取量大幅增加。有专家指出，吃青鱼罐头所获得的钙质可能是吃同等重量新鲜青鱼的数十倍。曾有营养研究估算，比起只吃鱼肉，新鲜青鱼可食部分所含钙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如果连骨头一起吃，青鱼罐头提供的钙质甚至高出40倍以上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合情合理。想想看，一罐约150克的青鱼罐头，
其实包含了一整条鱼的骨骼精华，轻松提供数百毫克的钙，几乎媲美一大杯牛奶的钙含量呢。而平常我们吃鱼，多半把骨头丢掉，相当于浪费掉这些钙质。因此，对于不爱喝牛奶或乳糖不耐的人来说，经常吃青鱼罐头真是补钙的神队友。钙质的重要性毋庸言，它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，维持骨密度、防止骨质疏松都离不开充足的钙。特别是银发族以及成长期的孩童、青少年更需要足够的钙来确保骨骼强健。青鱼罐头恰好提供了一个简单又高效的补钙途径，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顺便为骨头存本。对中老年朋友而言，每周来上1-2罐青鱼罐头补钙，真的是轻松又聪明的养生方式呢。更棒的是，青鱼本身还富含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质的最佳拍档，因为它能帮助肠道更有效地吸收钙质。如果没有维生素 D， 喝再多牛奶，吃再多钙片，钙质也难以充分进入骨头。所以在摄取钙的同时，别忘了维生素 D。而青鱼恰好提供了两者，罐头中的鱼肉和鱼骨给你钙，顺带的鱼肝油和油脂中就含有维生素 D。有人打趣说，青鱼罐头是纯骨本的好帮手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有了钙加维生素 D 的组合，强健骨骼更是事半功倍。除了 Omega-3 和钙质这2项王牌营养，青鱼罐头还带来许多惊喜。首先，它提供高品质的蛋白质。青鱼的蛋白质含量丰富，而且属于优质蛋白质，意思是氨基酸组成均衡且易于人体吸收利用。每100公克青鱼含约20公克蛋白质，一罐150克可提供约30公克，接近一份鸡腿肉的蛋白量。蛋白质是构成人体肌肉、器官、酵素等的基石，对增强体力、维持免疫和修复组织都很重要，特别是对于长辈预防肌少症或年轻人健身增肌，蛋白质摄取都不可或缺。虽然鱼肉、肉类都是蛋白来源，但要天天准备新鲜鱼料理并不容易，有时嫌麻烦，反而摄取不足。在这方面，青鱼罐头的方便性就凸显出来了。随手一开即食，既省去挑鱼、杀鱼、料理的繁琐，又不会有厨余浪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鱼肉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相较于红肉含有较少对心脏不利的饱和脂肪，因此选择鱼作为蛋白质来源也更有益心血管健康。再来谈谈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青鱼罐头中其实蕴含多种人体需要的维生素与微量元素，其中维生素 B 群特别值得一提。青鱼富含的维生素 B 包括 B2、B6、烟碱酸，也就是 B3、叶酸，以及对造血很重要的维生素 B12 等。B 群维生素是参与体内能量代谢的关键因子，帮助我们把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转换成能量，因此有人称它们为能量维他命。如果缺乏 B 群，人往往容易感到疲倦、精神不济，而适当摄取 B 群有助于维持旺盛的精力。另外，维生素 B6 有助于蛋白质代谢和神经传导，也和皮肤、头发的健康有关。烟碱酸则对维持皮肤黏膜和消化系统正常很重要。叶酸是细胞生长和孕期不可或缺的营养。B12 更是制造红血球、防止贫血的要角。由此可见，一罐青鱼罐头等于吃进一整组的维生素。B 军团对身体的日常运作提供多方面资源。青鱼罐头还提供了诸如铁、磷、镁、钾等矿物质，其中铁质能帮助造血，预防缺铁性贫血，对女性和成长期孩子尤为重要。镁和钾则有助于维持心脏与肌肉功能，调节血压和平衡电解质。可以说，小小一罐青鱼罐头储藏了海洋鱼类的各种营养精华，难怪有人把它比喻成平民版综合维他命。只要经常把它加进餐桌菜单中，身体就不会错过这些重要的营养素。说了这么多好处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罐头食品的钠含量会不会很高？吃多了会不会盐分超标？这确实是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青鱼罐头在制作过程中通常会加盐调味，有的还会加入酱油、味噌等酱汁，难免含钠量比较高。
如果本身有高血压或需要控制钠摄取的人，建议选购时留意标示，优先挑选标示低钠的罐头产品，或者更简单的方法，吃之前先把青鱼用热水冲一下，稍微洗掉多余的酱汁盐分，这样就能大幅降低钠摄取，同时可以搭配蔬菜一起吃，利用钾离子来平衡钠的影响。一罐青鱼罐头大约含200-300毫克钠，适量食用其实不至于造成负担，但毕竟咸度重的汤汁不宜全喝光，我们只要稍加留意，就能既享受到青鱼的营养，又不会吃进过多盐分，一举两得。另外，也有人担心深海鱼可能累积重金属、汞等污染物，这方面其实大可不必过度忧虑。青鱼属于中等体型的鱼类，本身以小鱼小虾为食，累积的汞含量相较大型肉食鱼，例如剑鱼、旗鱼或某些大型尾鱼低得多。尤其许多青鱼罐头使用的是远洋野生青鱼，例如北大西洋的挪威青鱼，这些海域长期受环境监控管理，青鱼体内的汞、戴奥辛、多氯、联苯等有害物质含量都极低，远低于各国食品安全标准。再加上正规厂商在鱼货进料时都会检测重金属含量，可以说青鱼罐头的重金属风险是非常低的。适量享用青鱼罐头，不需要因为汞污染的顾虑而却步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担心重金属，其实更应该少吃的是那些体型庞大、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鱼类呢。顺带一提，市面上的青鱼罐头口味相当多元，有原味水煮、油渍、茄汁炖煮、味噌炖煮等等，挑选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和营养需求来决定。如果想控制热量和盐分，水煮或茄汁型是不错的选择。油渍罐头风味浓郁，但热量相对较高，建议适量享用即可。至于茄汁、味噌等调味款，滋味丰富，能让不爱吃鱼的人也较容易接受。其实无论哪一种类型，青鱼罐头的核心营养价值不变，都源自青鱼本身的优点。只要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青鱼罐头，就绝对值得长期备在餐桌上。在营养之余，我们也别忽略了美味和搭配。青鱼罐头不只能直接吃，还可以入菜化身各种懒人美食，让你轻松补营养的同时满足口腹之欲。特别是茄汁青鱼罐头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将青鱼浸泡在番茄调味酱汁中。你也许以为番茄酱汁只是增加风味，事实上番茄加青鱼可是营养黄金组合。番茄鲜红的色泽来自于茄红素，这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质。茄红素能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，避免细胞受到氧化伤害，从而延缓身体老化。而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遇上自由基氧化后，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甚至血栓。茄红素恰恰能预防坏胆固醇被氧化变质，因此具有预防血栓和保护血管的效果。再加上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必须和油脂一起摄取，吸收率才高，而青鱼正是一种富含油脂的鱼，两者同时可谓相得益彰。更妙的是，番茄中的茄红素和青鱼中的 EPA 都对降低坏胆固醇有帮助，搭配在一起等于双管齐下，保健效力更上一层楼。所以营养师们常建议，如果吃青鱼罐头，可以选择番茄口味，或自己搭配番茄一起煮，借着鱼油来帮助茄红素吸收，为健康加分。除了番茄青鱼罐头，还能和各式各样的食材擦出美味火花。例如最经典的吃法之一，就是把青鱼罐头和切片洋葱拌在一起，淋点醋，变成爽口的青鱼洋葱沙拉。新鲜的洋葱富含硫化物等植化素，有助于降低血脂、预防血栓，和富含 Omega-3 的青鱼堪称绝配。一起吃对心血管健康更有利。而且洋葱的微呛甜味搭配青鱼的鲜香油润，非常开胃下饭。又比如把青鱼罐头的鱼肉和豆腐搅拌成泥，加点葱姜调味，捏成饼状，煎成青鱼汉堡排，也是流行的吃法。这样做不但多了豆腐的植物性蛋白和异黄酮，降低热量，口感也更加滑嫩。不喜欢油煎，那就把青鱼罐头放进锅里，加高丽菜、豆芽、萝卜等一起焖煮成杂烩，也是营养满分的一道菜。其实只要发挥创意，一罐小小的青鱼罐头可以变化出无数菜色：咖喱青鱼、味噌青鱼汤、
青鱼炒饭、青鱼面等，难怪在日本，青鱼罐头一度成为热门话题，不但被称为懒人料理救星，还登上许多美食节目，分享各种料理点之一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看标题提出的问题，吃鱼顾眼睛，不是随便挑，还要看 DHA 加 EPA 含量有多少。如今答案已经相当清楚了，吃鱼对眼睛和全身健康确实有益，但重点在于鱼种中 Omega-3 的含量差异极大，选对鱼种才能真正受惠，并不是随便吃任何鱼都能护眼或护心。如果你吃的是脂肪含量低的白肉鱼，或者某些养殖鱼类，那摄取到的 DHA、EPA 恐怕有限。相比之下，青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、鲑鱼这类青背鱼脂肪丰富， Omega-3 含量名列前茅，是补充 EPA、DHA 的理想选择。举个例子，许多人爱吃的鲔鱼罐头，其实多数使用的鱼种是油脂含量不高的正尖或黄鳍尾，所以平均 Omega-3 含量并不突出。如果拿它跟青鱼罐头相比，就会发现同样是一罐鱼，提供的 Omega-3 可能天差地远。难怪台湾肾脏科医师江守山曾提醒消费者，挑选鱼罐头时别只看包装，要留意内容物的鱼种和营养标示，确认 DHA、EPA 含量够高，才能真正吃得其所。也就是说，想透过吃鱼来顾眼睛、护心脏，得货比三家，精挑细选，最好选像青鱼这样 Omega-3 丰富的鱼类，或直接看营养标示中每份 DHA、EPA 含量来挑选产品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再被表面的鱼是好的迷思所误导，而是能真正利用好鱼类中的 Omega-3 来造福健康。最后，让我们为这场青鱼营养对决做个总结。看似廉价平凡的茄汁青鱼罐头，竟在 Omega-3 和钙质这两大关键营养上双双胜出，令原本备受青睐的新鲜青鱼也自叹不如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新鲜鱼肉不好现捞现煮的青鱼风味极佳，也有罐头所没有的一些优点，比如含酵少钠、拥有更多活性酵素等等。但从纯营养摄取的角度来看，青鱼罐头的确展现了令人惊艳的实力。尤其对现代许多忙碌又讲究健康的人而言，青鱼罐头提供了一种极为便利的营养补充方式。它价格实惠，保存期长，不怕囤货放几个月，而且开罐即食，无需厨艺就能获得丰富营养。想象一下，过去我们总觉得罐头只是台风天的备用品，学生时代凑合的菜色，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营养明星，真是时代在转变，观念在升级啊。俗话说，黄金藏在沙里，许多不起眼的平民食物其实隐含宝贵价值。茄汁、青鱼罐头正是这样一位深藏不露的英雄角色。想想看，许多人每个月花不少钱购买鱼油胶囊或各种保健食品，其实一罐几十元的青鱼罐头就能提供类似甚至更全面的营养，而且吃起来有滋有味，岂不更划算？透过天然食物获取营养，一来吸收率高，二来还能同时摄取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多重养分，效果往往比单一的胶囊更全面。这也印证了营养学上食物优先的原则，善用日常饮食就能获得健康所需，多么简单。现在你是否对超市货架上那默默无闻的青鱼罐头刮目相看了呢？当你下次走进超市，不妨给它一个机会，也许打开罐头的瞬间，就是你打开健康新页的开始。为了心脏的强健、脑袋的灵光、骨头的结实、明亮的眼睛，不妨就从一道简单的茄汁青鱼料理开始吧。聪明吃鱼，健康加分。谁说便宜没好货？这一次平价的青鱼罐头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让营养和美味都能兼得。我们只需要张开嘴尝试，便能亲身体会它的魅力。